假如给你一次重返青春的机会，你有想弥补的遗憾吗？80岁老夫妻在果园忆苦思甜，想起年轻时的遗憾，却在曾经折断的苹果树上看见一颗金苹果。当晚，老爷子正藏还在想，年轻的时候穷，没能带老妻蜜月旅行，俩人都错过了很多甜蜜时光。谁知起夜上厕所时，一抬头 ，damn， 这白发帅哥是谁呀？你把秃头老登藏到哪里去了？正藏赶紧冲回宅邸，好家伙，他年迈的老妻阿道也重返青春了。你们我看尊夫人也是风韵犹存呐。正藏第一反应竟然是要带老婆去度蜜月。第二天下午，俩人的孙女喂奶过来探望，看到熟悉背影，转过头是白发帅哥美女。喂奶的大脑有一瞬间宕机，感觉回家就能做100个猫咪。家人们谁懂呀？我的爷爷奶奶返老还童了。孙女没想到啊，爷爷奶奶年轻这么好看，他们学校都没这类型的帅哥呀。回去之后，他告诉老爹一鸣，爷爷奶奶变年轻了哦。一鸣总觉得闺女儿可能脑子不太好使了，变年轻的夫妻俩口吻并未改变。周围的邻居很快就接受了俩人的改变，并迅速划分两派，单推正藏和阿道。当初俩人的儿子劝过他们去城里住，老头子死活不同意，表示要守护这片土地。媳妇枫叶问婆婆阿道的看法，阿道却表示只要正藏在那儿，那里就是家。枫叶感动不已，好一对老鸳鸯，情比金坚呐。几天后，他带着买的菜来见阿道，却看到年轻版正藏，还误以为阿道找小鲜肉了。弄清楚真相后，才松了口气，感慨80岁老登变18岁小登，你还真别说，有点小鹿乱撞了。等会儿，这是纯爱番。之后，一鸣知道了真相，还是不敢相信，他闺女儿天天忽悠爷爷摆帅哥动作。正藏发誓一心只有阿道，然后被赏了个嘴巴子，不说还好，这瞎说不是让人误会吗？一鸣逮着喂奶准备离开的时候，阿道摸了摸儿子的脑袋，说他工作辛苦了。一鸣感觉像是回到了童年，顿时什么火都发不出来了。之后阿道也给孙女摸摸头了。社区内的老头们一起开会，马上又要到社区的体育比赛了。他们这些人都上了年纪，根本比不赢北镇的人，本打算放弃这一次比赛，没想到有老六把正藏给拉了过来。看着对方精壮的身材，众人纷纷顶礼膜拜。比赛当天，北镇的人拉了自己的2个孙子过来，两个年轻人压根儿没把老人看在眼里，直到他们看见了恢复年轻的正藏两口子。原本正藏一个年轻人还挺难拔河，万万没想到旁边的老婆子鼓励阿道帮忙加油，好家伙，现场老头们纷纷暴走。事后阿道感慨，没想到正藏喜欢这套。接下来的2人3组比赛，虽然那兄弟俩一起生活了10多年，可比起在一起70多年的夫妻俩，简直不堪一击。之后的比赛也是夫妻俩的压倒性胜利，差点给2个年轻人干得道心破碎。俩兄弟的爷爷气急败坏，主要是正藏当年和他是情敌，可惜自己没有抢赢，现在又打击他孙子心态。没想到这个时候，阿道带着食物来唠嗑，正藏那边非常受欢迎，无需照顾。阿道和兄弟俩的爷爷聊起了当年的事情，得知对方的老伴3年前已经去世了。临走前，阿道还鼓励了俩兄弟加油，两人纷纷感慨，难怪他们爷爷赢不了，想追到这样的大美人确实不太容易啊。这天，北镇的老头让孙子姜太去给阿道家送东西，姜太刚到现场就看到了同班同学喂奶，顿时羞涩了起来。因为喂奶在班上可是超人气班花，对任何人都很温柔，是所有人憧憬的存在。喂奶为了让气氛不尴尬，主动搭话，姜太看起来十分羞涩。门外的阿道和媳妇儿枫叶非常紧张，难不成这就是喂奶的男朋友？正藏这家伙都已经开始幻想抱曾孙了。之后老人们纷纷溜达出来，姜太总觉得像是3方会谈。喂奶和正藏他们介绍，姜太可是学校里出了名的足球社王牌，成绩也好，体育也不错。阿道和枫叶已经唠嗑起来了。正藏好奇姜太有没有喜欢的人，被阿道一把捏住嘴巴。最后阿道和枫叶把姜太送到门口。喂奶跟正藏回去的时候感慨，他还想和姜太多聊2句呢，看来这个秘密只有正藏知道了。事后姜太找到爷爷，表示下次他还可以去跑腿。喂奶得知竟然是奶奶先告白的，很是惊讶，因为当年可没有恋爱结婚的说法。而正藏当年的父亲非常的古板，本打算让正藏和他朋友的女儿相亲，那个时候婚姻可是要考虑门当户对的，而当时的正藏干脆的和父亲干了一架。
他原本想要带着阿道私奔，但阿道却把他劝了下来，最后才说服了父亲。而当时阿道还找到了那位要相亲的对象，表明了自己喜欢正藏的事情，只是没想到对方也有暗恋的人，所以干脆的放弃了相亲。魏奶非常好奇奶奶当时究竟说了什么，看到正藏也一副期待的模样，于是阿道一把捏住魏奶的下巴，让她不准接近自己的恋人。魏奶惊呆了，好帅！正藏非常庆幸自己能和阿道结婚，他真是血赚不亏呀。放学后，两个男学生一边走一边聊天，他们都想去大城市生活，认为农民十分土气，结果却在路边遇到了在种田的阿道，然后又看到来接阿道的帅气正藏，突然觉得当农民也挺不错的呢。在还没有变年轻之前，正藏曾注意到阿道的目光落在宣传单的漂亮裙子上，只是那时他一言不发地丢掉了宣传单。后来两人变年轻了，正藏趁机出了趟门，阿道发现桌上多了一个包裹，打开一看，竟然是纯白的连衣裙。阿道羞涩地抱住正藏。第二天，两口子一起看了孙女儿推荐的恋爱电视剧，正好看见主人公接吻的画面。正藏感慨，现在年轻人真开放，不过他们不需要接吻也能培养很好的感情。转头却发现阿道十分羞涩。当晚阿道提出尝试壁咚，正藏照做，阿道确实心动了，但他脸皮薄不敢承认。这天魏奶正好在老家，隔壁的老奶奶过来找阿道，可魏奶压根儿没听懂方言。这个时候奶奶阿道走了出来，和隔壁的邻居很快沟通了起来。隔壁的老奶奶看到魏奶这个年龄，开玩笑地问她要不要嫁过来当媳妇儿，阿道却一把抱住魏奶，说他才不会轻易把孙女儿交给别人。魏奶顿时脸红，当晚就找到正藏，表示自己想和奶奶结婚。几天后，正藏他们家二儿子的女儿失之，因为和父亲吵架离家出走，所以跑来找奶奶借住，没想到奶奶竟然返老还童了。失之本来在班上很受欢迎，但因为父亲对她抱有太高的期望，所以失之努力学习却被朋友嫌弃，只顾学习变得无趣了，所以他才和父亲吵了一架。阿道安慰他，之所以会哭就是还在努力。失之想起自己想成为医生，就是当年想帮奶奶治病。面对阿道的柔声安慰，失之顿时沦陷，开始撒娇。阿道想起当年和正藏错过去海边旅游的机会，知道对方一直想看自己的泳装，于是返老还童后，他打开了泳装杂志，感慨现在年轻人真是开放。旁边的失之告诉他，只要选自己喜欢的衣服就好了，毕竟比起别人的眼光，还是让喜欢的人震惊就好了。但阿道还是很羞涩，于是逃避了话题。失之看见旁边呼呼大睡的爷爷，顿时嫌弃。几天后，阿道接到了自称是儿子打来的电话，发现对方声音很不对劲，于是立刻记下了电话号码和银行卡号，然后开启了录音。在对方说需要转20万后，阿道告诉他，虽然自己不是他真正的母亲，但如果他很难受，下次可以再打电话过来。那边立刻挂断电话。没过多久，新闻报道有诈骗犯主动向警方自首了。阿道发现返老还童后眼睛视力也变好了，魏奶决定让他念一下报纸测试。正好这个时候正藏路过，魏奶故意逗阿道念词夸正藏，还调侃他们在孙女面前调情，但很快就被阿道给报复回去了。当晚看电视的时候，魏奶突然好奇老两口有没有牵手约会过。阿道表示他们当初那个年代牵手就相当于昭告天下再谈恋爱，等年纪大了之后，牵手基本就是辅助对方走路，完全没有那个浪漫的氛围了。结果第二天两人出门的时候，明明天气很冷，正藏却注意到阿道靠近他的那只手没有戴手套。阿道也在好奇他有没有发现，嘴上表示想测试一下正藏的细心程度，绝对不是在期待什么。但正藏想着，如果牵手不就是承认孙女说的话了吗？两个嘴硬的家伙手却老实的牵上了。之后老两口又去看了当医生的二儿子，老二震惊，因为两人身体也变好了许多，于是给他们做了身体检查，发现身体确实没什么问题。这让他想起前段时间的检查结果，当时阿道查出了肝癌，老二就是为了母亲才成为医生，只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只能给母亲介绍更好的医生，能做的只有开药和检查。他日复一日的学习，就是想治好一直以来身体虚弱的母亲。虽然两人重返青春不是自己的功劳，但他仍旧高兴，觉得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。两口子结婚后一直在经营苹果园，后来一场台风袭来，很多果树都被折断了。正藏夫妻二人没有放弃，一心抢救果树，就是那个被救下来的苹果树，最后在反季的时候结出了金苹果。吃下苹果的当晚，阿道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是浮空的巨大沙漏，梦见已经到结尾的沙漏突然反转，随后朝他压了过来。
事后阿道跟郑藏提起这件事，得知对方也做了相同的梦，而如今已经是他们58周年的结婚纪念日，嘴上说已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但两人还是偷偷准备了给对方的甜食。可恶，这也太甜了吧！夫妻俩谈话的时候聊起了学校，原来阿道曾经去过东京女校上学，当时只觉得那边十分现代，后来因为战争的缘故又回到了乡下，落差感让他一度崩溃，直到那时遇见了郑藏。阿道表示，东京虽然很繁华，但这里也有东京没有的东西，不过是什么他没有告诉郑藏。这天孙女儿诗织给他们带来了游戏机，本以为两位老人无法接受丧尸游戏，毕竟他们嘴里挂着这些人也不是自愿变成这样的，结果却看见两人一边喊着阿弥陀佛，一边物理超度这些丧尸。2天后更是通关了全剧情，顺便拿了满级成就。随后魏奶过来探望两人，正好看见表妹诗织也在这里，两人小时候关系就很不错，现在还在一个学校读书，只是教学楼不在一起。魏奶知道诗织是个傲娇，说她一直都很喜欢爷爷奶奶。诗织嘴硬的反驳，没想到这话正好被郑藏听见，眼看郑藏大受打击，诗织赶紧道歉，说刚才是说错了，希望郑藏不要讨厌他。好家伙，瞬间治愈了。当晚郑藏又梦到了那个沙漏，感慨返老还童有些夸张，但他马上要和阿道新婚旅行了。没想到沙漏突然转圈，阿道被摇醒后发现郑藏竟然又变回老人模样了。虽然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，但郑藏担心阿道更喜欢年轻的自己，现在的他和阿道简直像王八和月亮。但阿道却告诉他，自己爱的一直是郑藏这个人，而不是他的某个年龄阶段。郑藏这才意识到自己嫌弃年迈的自己，分明是对他和老妻过往的亵渎。如果之后旅游还没有恢复，他们也会就着这个模样去旅行，毕竟不能因为年迈就放弃一切。之后阿道带着郑藏去检查，发现他的身体还在慢慢恢复成年迈状态，但比起一会儿年轻一会儿变老的郑藏，老二显然更担心母亲的情况，因为如果老爷子一直没恢复年轻，很有可能会走在阿道之前，这让阿道难以接受。大儿子一家人也回来看望两老，郑藏表示自己的身体机能还是年轻状态，一名不信邪非要和他比试一番，还说郑藏赢了就给他安排露天浴室，结果瞬间就被扳倒了。自从老爷子重新变老之后，夫妻二人出门逛街都会被人指指点点。郑藏注意到那些视线后，下意识和阿道拉开距离，但阿道又贴了过去。郑藏觉得他们最好装作不是夫妻会比较好。这个时候店员过来问他是否在帮孙女儿挑礼物，郑藏刚想点头说是，没想到阿道却直接反驳店员，说他和郑藏就是夫妻，并在回家的路上告诉郑藏，他理解郑藏的意思，但自己只想做他的妻子。夫妻二人其实非常喜欢吃甜食，之前变年轻了，两人没少吃大福，但后来郑藏又恢复年迈，为了让身体保持健康，所以不再吃甜食。奇怪的是，阿道竟然也没吃。原来阿道觉得郑藏的身体没办法吃甜食，他又不好当着郑藏的面吃独食，没想到半夜被郑藏逮了个正着。郑藏让他放心吃，因为他最想看到的是妻子幸福的笑容。当年的阿道因为父母离世，只能去母亲亲戚家借住并工作，虽然父亲生前是有钱人，但对母亲家里的亲人都很傲慢，所以很多亲戚都比较疏远阿道。其实也有不少人和他搭过话，但是阿道根本听不懂方言，因为他一口东京腔，也经常会遭到嘲笑。阿道当时在母亲家过得很局促，所以忙完工作后就会去神社坐着休息。就在那里见到了同样结束工作的郑藏，对方发现他肚子饿了，干脆把自己的饭团给了他，也不管村里对阿道传的流言蜚语，因为在郑藏看来，饿肚子就是最坏的事。之后几天郑藏也经常会过来，当时的阿道其实隐约有些好感，但他还没打算完全接纳其他人，也不知道郑藏能融化自己多少防备。没想到50多年过去，已经完全融化了呀。这天晚上郑藏又一次梦到了沙漏，想着把沙漏转过来就能恢复年轻，到时候还能吓一吓阿道。结果在翻转沙漏的时候看到露出来的沙子。第二天阿道看见重返青春的郑藏，却一点儿也不惊讶，他更担心他们两人是否会不老不死，一想到他们可能会看着孩子们先死去，他就害怕。郑藏把沙漏往外掉沙子的事情说了，认为沙子掉完了他们就会恢复了，估计也就只有几年时间，他是绝对不会抛弃阿道独自离开的。这天北镇的老头子需要找个人帮忙，没想到孙子姜太竟然去隔壁把郑藏薅了过来。
来都来了，也没办法拒绝了。老头告诉郑藏，2楼塞满了他父亲和祖父收集的东西，里面可有不少历史老物。郑藏感慨，不愧是昔日的地主家。大扫除的时候，老头丢掉了一大堆东西，姜太却指着旁边的一个黑箱子问他，这个也需要丢掉吗？老头刚想说要丢掉，回头却陷入了沉默。姜太好奇这个箱子是什么，郑藏说这是他奶奶的嫁妆。虽说两人当年是情敌，但是这个老头后来也遇到了真爱。对于是否要丢掉箱子，老头实在难以取舍。而姜太和郑藏下楼之后，转头就打电话通知了当地的文物保护局，想请他们过来鉴定一下古物。仓库里看起来要丢的东西全都被搬了出来，剩下的东西将会被抬到老头家里。那个嫁妆箱子最终还是被留了下来。之所以要搬这些东西，是因为仓库要拆了，他的儿子们不愿意继承农田，都去城市里建房了，这一带也没有会修整仓库的师傅。于是老头就决定把仓库拆了，并迅速打电话通知了拆迁的朋友。郑藏问姜太将来准备留在村里吗？姜太表示没有想好，不过他想去东京争取当职业足球选手，但他觉得继承爷爷那一辈保护的东西也挺不错，不管成为怎样的职业，他都是这片土地长大的人，所以不管他将来是否会成为足球选手，他都会把这片土地给搞好。听到这句话的老头顿时落泪，立刻通知朋友自己不打算拆了。事后发现古董里有一部分是他曾祖父搞的赝品。休息日，师之去了室内图书馆，但他没有一点学习的心思，因为昨天不小心扎了爷爷的心，他拒绝了爷爷当自己的家庭教师，觉得对方都没有上过高中。没想到却发现爷爷竟然也来了图书馆，而且还在复习高中的书本。师之这才想起奶奶说过，郑藏当年不是没有上高中，而是想读书却没有办法读。师之叹息，以往他听到不少人让他努力学习，但都没有郑藏如今这般让他产生动力。事后，师之期末考试考进了前10，暗戳戳地对爷爷表示了感谢。这天，魏奶放学时，听到班上有同学在讨论他爷爷奶奶，魏奶吓得拔腿就跑。同学总觉得他最近有点可疑，而魏奶放学后竟然去找姜太帮忙补习了，这一对好有点磕了。魏奶也知道姜太前段时间找爷爷帮忙了，还问他羡不羡慕像自己爷爷奶奶那样的情侣。姜太点头表示那简直是理想中的夫妻关系。魏奶问他以后还能继续聊爷爷奶奶的事情吗？姜太很开心，只要魏奶不嫌弃，他当然答应。魏奶忍不住想起郑藏回来疯狂夸姜太的事情，甚至都说想让他当自己的孙子了。魏奶很开心，觉得已经获得了爷爷的认可了。这边姜太还在试图冷静，告诉自己这只是普通的学习会，绝对不要想歪成约会。可恶，这就是约会呀！你是个榆木脑袋。郑藏他们收到魏奶的学院文化节的邀请，阿道非常的期待，结果被告知下周可能有事，他总不能抛弃郑藏一个人去玩。幸亏郑藏看错行程，不是下周而是下下周。于是等到文化节当天，两人一同前往学校。上次过来还是为了躲避台风，看得出来阿道十分兴奋。结果这时旁边的学生不小心把果汁打翻，赶紧带着阿道去服装部找衣服换上。在门外的郑藏想起前天的聊天，原来当初阿道家族还没落魄的时候，有不少人都想和他相亲，从贵族的儿子到煤矿厂的社长。因为阿道还上过女校，所以会不少乐器，可以说是当年的高岭之花。这个时候郑藏走进房间，发现阿道换上了类似当年女校的校服，一下回想起过去的事情，整个人气质都变了，让人难以接近的疏离感和当年刚认识那会儿一模一样。本来郑藏刚想逗逗他，结果被反将了一军。之后夫妻俩去了孙女儿班上的咖啡厅，结果发现隔壁叫了大人做外援开拉面店，以至于客人全部被抢走。现在的客流量全靠魏奶拉拢，于是众人把目光投向了郑藏。没过多久，隔壁拉面店就发现女客被拉走了。得益于阿道的宣传，还来了不少老太太做客。面对帅哥执事，拉面店输了。之后夫妻两人去看了学校的照片，发现里面有不少熟悉的邻居。遗憾的是郑藏并没有上高中，因为当初家里表示没有那个闲钱，还说郑藏作为长子必须继承土地种苹果，所以根本没有给他读书的机会。郑藏有段时间确实很纠结，但现在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，如果自己真的去上了高中，或许就见不到阿道了。大家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，他和阿道正在神社聊天。不过哪怕自己上了高中，他也绝对不会离开阿道就是了。就是他们俩现在的照片都被拍了下来。晚上的时候，姜太一直想邀请魏奶去跳舞，但是因为阿道在，他不好意思开口。这个时候魏奶也在等人邀约。这个时候郑藏看到门口眼巴巴望着的姜太，再看一眼里
里面的阿道，于是立刻冲进去带走了对象，还对姜太竖起了大拇指。姜太顿时脸红，明白了正藏的暗示，于是他鼓起勇气发起邀约。而回去后，阿道想起换上校服的事情，确实有一瞬间回到了过去。第二天要去政府办资料，所以他得先把沙漏转回去。没想到脚下一滑，一脑袋撞上了沙漏的支撑架。第二天早上已经变成老年人的正藏，突然发现阿道的头发变黑了，而且似乎失去了相处的所有记忆，变成了原本不近人情的阿道。